欢迎来到巧造咖，我是巧儿。每个爱烘焙的人都希望有一款可以信赖的巧克力海绵蛋糕食谱，陪你征战各种蛋糕挑战。我理想的海绵蛋糕要满足好多条件哦，组织蓬松有弹性，吃起来很细致，支撑力够，可以当蛋糕的夹层。最重要的是口感湿润，巧克力味道浓郁，直接吃就好吃。是不是太过分，要求太多了？没有这回事，今天这款巧克力海绵蛋糕符合以上的所有条件。本周的食谱目标是做出单吃就好吃、口感湿润的巧克力海绵蛋糕，务必要洗刷海绵蛋糕很干的名声。今天要跟你分享一款很好吃的巧克力海绵蛋糕。海绵蛋糕的特色呢，就是它蓬松湿润，所以呢，当你呢用来夹层、夹鲜奶油馅或是果酱的时候呢，它就会非常的好吃。支撑力也足，所以很适合用来作为生日蛋糕啊，或者是夹层蛋糕等等。但是呢，它有一个很致命的缺点，就它单吃的时候，有时候会觉得好干哦，或者是卡在喉咙这样怪怪的。所以我一直在实验，要怎样才可以做出好吃的巧克力海绵蛋糕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配方跟做法，透过一些秘密的食材，让这款巧克力海绵蛋糕呢，保留了海绵蛋糕的优点，但同时呢，也补足了它的缺点。吃起来非常的蓬松湿润柔软，而且巧克力味浓郁。食材推荐使用优质的可可粉，因为它的油脂比例比平价的可可粉会高出1倍左右，可可的风味更浓郁，会大大影响最后蛋糕的口感跟味道。准备一个慕斯圈或者是蛋糕模，在侧边跟底部垫烘焙纸，做好准备动作。中筋面粉加入可可粉、玉米粉跟一点盐，更可以带出巧克力的风味。搅拌均匀。因为可可粉容易结块，所以一定要事先过筛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海绵蛋糕的实验心得的话，可以到我的部落格文章有详细的记录。今天的海绵蛋糕使用全蛋法打发来制作，那蛋液呢，在温温的状态最好打发，泡沫也会最细致，所以一开始不要隔着热水来打发。那这个食谱呢，跟一般的海绵蛋糕有点不太一样，除了全蛋之外，为了要提高油脂的比例，会额外再多加1颗蛋黄。加入砂糖，高速来打发。那蛋液呢，会越打越浓稠，那颜色也会变淡。那因为这个蛋糕没有加入任何的泡打粉，完全靠蛋液本身的泡沫来膨胀，所以蛋液一定要打够发。如何确认呢？就是我们可以画8字。那一开始的8字呢，会消失在面糊表面，表示还不够发，要继续打发。这一次的8字有没有看起来更立体了？而且会停留在表面，不会立刻消失，就表示我们蛋液打发完成喽。那最后呢，就可以转低速，把泡沫打小，蛋糕的组织呢会更加细致。加入一点香草精，用低速拌匀。那没有的话就省略。奶油跟巧克力微波加热，完全融化。用巧克力取代部分奶油，是为了让巧克力的风味更浓郁。粉类分2次加入。为了避免消泡，搅拌的时候要尽量轻柔快速。
那这次的话，影片呢，在这部分呢都没有经过额外的剪辑，为了让大家可以参考搅拌的次数跟时间。在拌粉的时候，我发现粉类最容易沉在搅拌盆的中间底部，所以大家在拌的时候，最后要特别确认这个地方是不是还有残留的粉类。搅拌到看不到粉类残留就可以停止了。加入我们的奶油巧克力，加入的时候要确认，奶油跟巧克力都还是保持在热热的流流的状态，才容易拌匀。这个步骤最容易消泡，所以搅拌的次数不要太多。为了消灭大气泡，2种方式，稍微震一下，接着用竹签呢绕一绕，帮忙把气泡排出。木炉放在烤箱的中层，以170度烘烤30到35分钟。烘烤期间都不要开烤箱门哦。这时间看一下我们家的小猫在干嘛。Hello， 贝狗，睡昏啦。如何判断蛋糕有熟？除了用竹签来判断之外呢，也可以轻触蛋糕的表面，会反弹的话，就表示已经熟了。蛋糕的底部是不是很细致？看起来完全零毛孔。再把它翻回正面，让它自然放凉。巧克力海绵蛋糕完成。那今天呢，会跟大家分享3种装饰方式。先让大家看一下蛋糕的纵切面。用全蛋法做出来的海绵蛋糕，组织很细致，气孔都很小。如果你要做蛋糕夹层的话，就是把蛋糕做横切面。横切面的组织。今天的装饰呢，会是用鲜奶油来做这种奶盖的感觉，在鲜奶油中加入一点点糖粉，稍微打发，那不用打得太发，只要有一点纹路，还有一点流流的状态就可以了。第一种装饰方式最简单，只要撒上防潮糖粉就可以。第二种呢，是用我们刚刚打好的鲜奶油来做奶盖。那关键呢，就是用汤匙稍微往外推，让鲜奶油自然的流下来，就可以有很可爱的这种线条。放上个人喜欢的水果。
第3种装饰呢，也是我觉得最好吃的一种，在鲜奶油中加入融化的巧克力，变成巧克力鲜奶油。那巧克力海绵蛋糕搭配巧克力鲜奶油，超级好吃。3种装饰方式让你参考。这款蛋糕真的是非常实用，不管是单吃切片来吃，或者是横切片做成蛋糕的剖面，都非常合适。那吃起来呢，口感湿润，巧克力风味浓郁。你喜欢吃黑森林蛋糕吗？下礼拜就是用这款巧克力海绵蛋糕来做变化，做出酒味浓郁的黑森林蛋糕。以上就是本周的巧克力海绵蛋糕分享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追踪我的频道，帮我按赞加留言。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分享的最大动力，谢谢你。我是巧儿，我们下次见咯， ciao。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帮我按下订阅以及小铃铛，新影片上线之后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